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草泥捏汉堡，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辛普森一家第20季第20集。新小妹将要参加人生第一场舞会，新妈带着她来做指甲。新小妹明白妈妈的良苦用心，但是她觉得女孩子的能力应该比外貌更重要。新妈却告诉女儿，这两者能够兼得，就像女王伊丽莎白，但她的人生也缺少一个重要的部分——丈夫。在1588年，伊丽莎白女王还统治了英格兰，欧洲几乎所有的黄金单身汉都想要嫁给她，但是众多追求者中没有一个令她满意的。最终令她神魂颠倒的是一个男人带来的烟草。就在宫殿一片平静之时，被拒绝的西班牙国王却暗中酝酿着阴谋。一天夜里，那个带来烟草男人辛巴叼着烟斗走进了宫殿，却看见女王的贴身侍卫辛妈正费力地挑着水。他第一时间上前挑起了那担水，这爆棚的男友力当即就让辛妈沉迷了。他们动情地亲吻了起来。不幸的是，这一幕被女王看见了。这本该是她最信任的两个人，现在却在她的面前搞在了一起。虽然不知道女王到底是因为谁的背叛而伤心，不过这并不影响她惩罚这对苦命的鸳鸯。就在女王大发雷霆之时，侍卫向她报告了西班牙向英格兰进军的消息。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准备亲征女王连所骑之马都临阵逃脱，牧师的祷告也不会让敌军撤退。不过辛巴不合时宜的举动竟让战争局势扭转，烟草带着火星滚落在甲板之上，很快就点燃了英格兰的战舰，大家纷纷弃船而逃。就这样，一艘空无一物却带着熊熊火焰的战舰驶向了西班牙的舰队，火船势不可挡，彻底摧毁了西班牙舰队。这一场以少胜多战役让辛巴获得了名望和荣誉，最重要的是抱得美人归。女王并没有因为失去了男人伤心，因为真正女王是不需要男人的。辛妈故事讲完了，新小妹表示自己也有一个故事要讲：白雪公主与7个小矮人。从前有一群欢乐的小矮人，靠着每天挖矿来维持生计，他们不会知道自己的命运正被一个邪恶女王悄然改变。液晶电视啊，液晶电视，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暂时还是您尊敬的女王陛下，因为白雪公主将成为最漂亮的女人。还有播天气预报那妞长得也不错。没有理会电视的贫嘴，女王马上叫来自己的侍卫，交给她2个容器，一个用来装白雪公主的心，一个用来装她的尸体。此时的白雪公主正在做饭，虽然只有她一个人，但身边却环绕着众多动物朋友。正在氛围愉快之时，一阵阴影笼罩了她。这个来者不善的人正是女王派的侍卫。面对如此漂亮可爱的公主，她终究下不去手。其实她对别的任何东西都下不去手。在路过了糖果屋和小红帽的片场后，白雪公主终于找到了小矮人的居住地。长途跋涉之后，她十分疲惫，不过还是很讲究的选择了一张最舒适的床睡觉。天空繁星点点，小矮人们赶集归来，却发现自己家里有人。当神秘来客揭下面纱，所有的戒心都消失了。毕竟谁能拒绝这样美丽的女孩？小矮人中的医生听了一下她的心跳，也许这个女孩是受人诅咒了吧？这句台词应该是睡美人的剧情吧？老谋的小矮人打算吻醒白雪公主，直接将小姑娘吓醒了过来。白雪公主就这样和小矮人住在了一起。去工作之前，医生叮嘱白雪公主小心邪恶的皇后有可能伪装成任何人前来索取她的性命。白雪公主十分感激，亲吻了一下她的额头。白雪公主带领了她的朋友们仔仔细细收拾小矮人的家。就在她赶走了好心办坏事的熊之后，一位老妇人来到了这里。她询问白雪公主是否想吃一个苹果，白雪公主欣然同意，选择了一个青苹果，但很明显那个没毒。于是那个老妇人将红苹果强行塞到了小姑娘嘴里，拍了她的背让她吞了下去。就在白雪公主倒地之时，小矮人们也赶了回来。跳床而逃的老妇人最终也没能活命，因为小动物们撕碎了她的身体。就这样，白雪公主在水晶棺中等待着王子的到来，然而她始终没有来拯救她。最后白雪公主被一个女医生救活了。新妈好奇询问女儿白雪公主幸福吗？新小妹回答，除了不能玩力量型游戏，其他都很不错。正当他们进一步的烘干指甲，辛巴突然来到了这里，他又犯事了。警察要了2张优惠券，又放了他。辛妈叹了一口气，向女儿讲述了另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女强人被丈夫拖累。辛妈很不满意自己在剧组里洗戏服的工作，她如此辛苦都是因为废柴的丈夫。如果辛巴不是在剧组里扮演一棵树，而是主角，她就不用每天这么辛苦了，还是一棵连脸都不能露的树。辛妈以为自己嫁了一个麦克白，没想到却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辛巴不觉得自己能够别上现在主角，他对台词的熟练以及富有感情腔调无不令人叹服。看着别人对梅尔的赞誉，辛妈开始怂恿辛巴去刺杀梅尔。她无法忍受丈夫平庸，作为
一个标准的妻管严，辛巴开始了他的谋生之路，拿着辛巴交给他的匕首，慢慢的靠近了熟睡中的梅尔，没有丝毫犹豫，手起刀落。令人意外的是，这竟然是支道具刀。但是辛巴没有放弃他的刺杀，他用梅尔头上的骨头敲打他的头颅，可惜再完美的诗篇也拯救不了他行将终结的生命。这场事故被判定为意外伤亡。如辛巴所愿，辛巴终于当上了主角麦克白。演出时间如期而至，但辛巴的表现却令人大失所望，大面积忘词导致胡编乱造，让台上演员都为之羞愧。就连小超都能拿成别的剧本，没有朝台上扔烂番茄，可能就是观众们有涵养的表现了。有了这样糟糕的表现，报纸上的评论就不足为奇了。班克的扮演者席医生广受赞誉，而对主角辛巴绝口不提。嫉妒的火焰充斥了辛巴的心脏，只要辛巴没有成为最出色的演员，那么这条谋杀之路就远没有走到尽头。于是辛巴又迫于妻子的压力，用氮气谋杀了毫无防备的医生，止不住的笑声断送他唯一求救的机会，他就这样笑死了。然而这一切远没有达到辛巴的要求，因为在又一次的演出中，辛巴虽然上报了，却被排在了所有演员之后。就在演员们展开庆祝活动之时，辛巴手持长剑直接解决了所有人，然后随意的享用庆祝的美食之后，淡定地躺在了尸体中间。虽然辛巴成功当上主角，辛巴的工作还是只有洗戏服。正当他洗了那些被沾满血迹戏服之时，所有被辛巴杀死的鬼魂全部都冒了出来，他们的矛头直指辛巴，这个害死他们的蛇蝎毒妇。就算不是他亲手所为，却是他不断挑唆。面对数只鬼魂的联合讨伐，饶是辛巴的心理素质再好，也终究被活活的吓死了。辛巴的死并不意味着辛巴的解脱，他化成鬼魂，依旧不断鞭策辛巴，逼着他上台表演。即使只有辛巴一个人演出，即使连导演都要回家，即使台下没有一个观众，辛巴也必须演下去，因为这是属于他的时刻。黑暗笼罩城堡，在烟雾缭绕之中，一个孤独而坚定的身影立于灯光之下，低沉嗓音在空旷的舞台上诉说内心独白。人生不过就是一场戏，在舞台上无端消耗自己的生命，最后归于无声无息的沉寂。辛巴忍不住为丈夫鼓掌，终于成了一个优秀的演员。辛巴对这唯一的观众深深的鞠了一躬，但此时的成就并不能让辛巴知足，他要让辛巴成为莎士比亚戏剧中永远的主角，李尔王、奥赛罗、哈姆雷特等等等。辛巴看着不断扔在他面前剧本，一不做二不休，把自己变成了鬼。果然还是什么都不做最舒服。虽然故事讲完了，小新却没有得到满足，他想要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好吧，那就再讲一个关于一个不愿意妥协的建筑师小新洛克。在小新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表现出异于常人对建筑的天赋。就在其他孩子尚不知道积木是用来做什么的时候，小新已经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搭建出一栋完整的建筑。但是他的老师却是一个希望所有孩子都平庸的人，他对于小新的天赋只有无尽的摧毁。不管小新用什么做建筑，最后只有一个归宿，那就是毁灭。很快就到了开家长会的时候了，自以为万无一失的老师高兴地带家长们前来看他们的孩子。然而当他打开门一看，一栋高大建筑耸立在小新身边，他竟然被一个小孩子鄙视了。小新的出现让老师意识到他是何其的平庸，面对这样的天才，必须让他夭折在自己的手中。于是他惩罚小新，不间断地为自己服务9次。就在他已经做好等待之时，小新却开口说话了。有多少年了，有多少天才都在与托儿所老师孤独的对抗。他并不是为了人们的肯定而活，而是为了自己乃至全人类的荣誉。现在他要睡觉了。长大之后的小新成为了闻名世界的建筑师，他设计了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在那个大楼的顶层是一个日托中心，在那里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追求自己的梦想，因为一切皆有可能。正当此时，辛巴突然尖叫起来，原来是小新竟然用指甲油在墙上涂鸦，那是一幅美丽的星空。若是他早出生个几百年，梵高也许就不那么出名了。不过现在他得到了只有辛巴所说的坏小孩的称号。小新颇为无奈地摊了摊手。本集致敬了众多经典，其中最突出的便是白雪公主和麦克白。随着技术发展，社会进步，摆在人们面前的是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尤其是对于当代年轻人，有更多的自主权来选择他们自己的人生道路，别人无权干涉他们的决定。然而来自外界的纷扰只是坚持自我途中一项不大不小的考验。作为经济和思想独立的年轻一代，内心坚定信念才是决定自身命运的基石。就像本集中小新的故事一样，哪怕面对老师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也依旧坚定不移地与之对抗。若是他没有发自内心的勇气与信心，那么等待他的就只有伤仲永的结局。同时他的故事也反映了另一个社会问题，某些教育是否在扼杀孩子的天赋。小新的案例当然属于个别极端的，在生活中孩子的天赋会更加隐蔽，甚至只体现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所以他们的天赋更容易被抹杀。这就让某些力求平庸的教育找到了用
用武之地，不需要对孩子过多引导和管教，只需要他们安分守己且平庸。也只有这样，才能掩饰他自己的脑袋空空。一个良性社会教育，绝不是得过且过，或者是干脆扼杀孩子的天赋。社会的发展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评论、关注，咱们下次见，拜拜。